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。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绿子路飞在 OP15环境的可行性啊。当然本期的理论主要还是停留在脑测和少量的测试方面，因为最近确实比较忙，好多想法没有办法去实践，所以就想提出来分享给大家，然后让小伙伴们帮我一起去尝试尝试啊。众所周知，鸭帽路飞属于盒开大头里面比较贵的那一档了啊。很多小伙伴在1:02为了收这个大头是没少花钱，我也不例外。再加上我又确实比较热衷于各类路飞卡组，于是就小小的研究了那么一下。当然我想着开发绿子路飞，主要是一个是之前绿子不好打的艾斯伊姆，现在是基本见不着了，然后比较好打的娜美女帝甚至老沙明哥反而是多了不少，属于环境上稍微有利了一点。然后是面对15的主流艾尼路、黄路飞和露西，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共性，那就是都会比较依赖几个特定回合的满东。比如艾尼路的就是必须6东才能上大哥啊，露西和路飞都是7费启动，路飞需要7拉5，露西需要7拉7，都是比较要求特定情况的。所以我就想到了用咱们黄金河02给绿子路飞补强的索东路飞，用来针对这几个特定的领袖。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没怎么见过这张路飞啊，快速的介绍一下，效果很简单哈。我方回合中登场时，我方领袖为多种颜色且对方场上的东的张数不多于7张的场合，下个对方的主要阶段开始时，对方将其一张活跃状态的东转为休息状态。应该很好理解哈，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7个东，那么你下回就要少1个东。这张卡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刚才我说的3个领袖，其中艾尼路可以说是被规则杀的，因为艾尼路永远都到不了8个东，所以可以理解为只要下了这个路飞，就一定能卡到艾尼路。然后就是艾尼路大部分时候都是拿先手的，那么咱们就可以4费出路飞，6费5加4出路飞，7费根据情况决定要不要继续压路飞，根据艾尼路的应对策略改变咱们自己的打法。关于这个对局，我还线下是真的找了小伙伴进行了测试的啊。普遍的应对策略有2种吧，一个是如果你是采用的波尔西轴的艾尼路，就干脆不出艾尼路了，就用波尔西放狗跟绿子打；另一个是先用事件炸个东，然后用领袖技能追个东，再上艾尼路。因为我不会玩艾尼路，所以其实我脑测期间也考虑了这2个方案。如果有艾尼路高手的话，看能不能帮我再想出新的方案哈，咱们一起讨论。本期我就聊这2个，先放出我的构筑，然后结合构筑咱们去讲一讲我的思路哈。首先，如果艾尼路采用的是第一种策略去打绿子，相对来讲其实我玩的还舒服一些，因为打过绿子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就是绿子怕的是你有质量生物，就是1万以上的那种进攻节奏，因为这样绿子资源会掉的特别快。但是波尔西贴了4个东，也就是个9000啊，正好是大脚最舒服的数值。再加上我其实整体构筑投入的10边是比以往多的，所以也不是那么怕蹭。因此如果是这种对局思路的话，绿子可以说是比较优开艾尼路的，因为防守压力小嘛，但是给的进攻压力却不小，艾尼路资源比绿子掉的快多了。第二种就是硬上艾尼路的对局思路，这种思路下我知道你很强，迟钝光线神臂就变成了这个对局比较重要的单卡了，因为其实底层逻辑还是把这个对局还原到放狗局的思路嘛，通过不能重置啊、减攻打死等手段限制住艾尼路的发挥。不过问题就是除了你很强啊，其他2张其实都不吃减，上手率会是个问题。所以相对于艾尼路采用波尔西的打法的话，如果手牌中有迟钝光线和神臂，胜率会高于应对波尔西打法，因为除了艾尼路就没有别的压力了嘛，如果能限制住就能赢。同理就是没有的话，上艾尼路的打法厉害，因为给的压力更足。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上的是阻挡艾尼路，所以会留6个东，绿子第一个山步能抽到牌啊，也会是利好于绿子的一点吧，算是。这个打法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应对策略吧。不过我当时测试的时候，我的对手说采用哪种思路，其实主要还是看手里有什么，所以其实到底具体应该怎么应对啊，他们也说不好，毕竟也是第一回碰上我这个思路嘛，我也只是抛砖引玉，看看大家的想法。打娜美的话属于是经典比较好打的局了，因为娜美能给的压力也是比较小的，但是绿子能给的压力并不小，所以娜美的资源会掉的特别的快。然后娜美还有的问题就是一回合只能干一件事儿，他想解你就没办法有场面，想有场面就又要挨揍啊，很多时候一局需要学里跳3、4个才有机会，这个不用我过多解释大家应该就能理解。再加上现在有了6费布鲁克，你可以把它当做另一个前置的6费路飞来用，横它的小阻挡或者还原其实都行，也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对绿子很重要的补强。然后4路飞在这个对局也不是完全没用，主要是卡它的5费，不让它准时5娜美，卡7罗宾也行，只不过因为现在也有下6女帝的构筑，所以卡7费不一定有用啊，还是卡5费效果最好。最后咱们着重聊聊打路飞和露西我的思路哈，因为这2个领袖都是7费没准时输1半的领袖，
路飞因为血里没什么跳，基本就靠场面打。七费只出个5路飞，实在是给不到什么压力。然后因为有速攻又不会不打，所以躺下来之后就可以一直用你很强按住。九费接着7拉5的话，那时绿子的场面往往已经很大了，路飞的防守压力会很大。而且因为少了2个公频，所以又很难很快斩杀绿子，又没有什么很好的处理绿子前置6路飞或者6布鲁克的办法。因此我觉得黄路飞如果被卡这一轮，大概率可能会追不上绿子的进攻轮次，就只能赌血区。血区有那么2个救救我拉荒原可能还有机会，否则应该是追不上轮次的。露西纠结的点在于，如果露西9费打7+7的话，能不能把轮次追回来。因为露西前期其实还是没有什么解场能力的嘛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防守能力，主要就是靠7费开始不断的7+7追轮次，所以短这一回合到底能不能对露西有比较大的影响，我自己也不确定哈。毕竟露西就有点偏向于现在版本的红莱斯嘛，一旦让他自己把任务做顺溜了，基本没有打得过的领袖，再加上露西的资源很多，真陷入长盘肯定还是露西会优势一些，所以重点就是要尽早给露西上血量压力。我设想的节奏是4费索隆十郎给压力，6费5+4出索宗路飞，让他下回合不能7+7，然后下个绿子的回合最好能下2个山步 TT， 保证自己东的数量，没有的话1个山步1个防离场的罗宾应该也行。下个露西的9费回合他肯定是7+7嘛，咱就当他能解1个5000 1个7000，场面上一般也就1个白马加1个萨博，到绿子回合用布鲁克加你很强把这俩摁住，进攻露西的一轮血量加上先前的进攻，感觉露西他可能就已经要死了，下轮6路飞加王者系应该就拿下了。所以我脑测下来感觉应该也能打，但是毕竟没经过实际测试嘛，思路也比较理想化，也就是因为这是个在线率比较高的绿子路飞，我敢这么想，毕竟绿子确实没别的优势了，就是稳定性高。所以其实我纠结的点跟面对路飞是一样，就是9费时能不能追上这个轮次，路飞呢是一定追不上的，露西我还真不好说，所以拉上小伙伴们帮我一起测试测试。行，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下我的思路的分享，毕竟现在也是忙起来了，测试时间有点少，所以向兄弟们伸出援手，希望大家踊跃分享自己的看法哈。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